我天生财神体质，平时买瓶可乐都能中汽车。公司靠着我写的数字100%中标，从倒闭边缘变成全市第3。直到我出差时随手买的彩票中了3000块，却被新来的财务要求全额上交。我解释是我自己的钱买的。员工上班期间创造的收益都属于公司，你算老几？哼，敢不遵守规定？你下班中了300万也和公司没关系，但上班时间中了3块钱，那也是公款。我懒得和他争，直接拨打了总裁未婚妻的电话。他说的有道理，要不是公司出钱让你出差，你也没这个中奖的机会。老实点交钱吧，3000的奖金从你工资扣，再扣3万，作为对你私吞公款的罚金，让你长长记性。我攥紧手中的彩票，没有再争辩。1周后，公司参加年度最大一笔投标项目，所有人都看向我时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离职了，没有填标书的义务。刚才顾总的话你听清楚了吧？他可是特意让我监督公司的不正之风，你还想贪污公款？做梦！我不想同他争辩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徐芳却上前一手抓住我的手表，眼中闪过贪婪。东西交完了吗？就想走？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表？我看也是出差时中奖得来的吧，一律充公。这块表是别人送的，和出差中奖没有任何关系。放屁！我看是出差陪哪个大姐睡觉得来的报酬吧。你还真品！我说你全国各地跟着飞是为了什么？原来是全国都有业务，到处卖身做鸭。同事们也压低声讨论。怪不得李岩每次回来都说中奖了，现在看来哪里是中奖，分明是卖身人家给他的报酬。怎么？你说这是陪黄脸婆睡觉换来的，还是出差期间中奖得来的？同事们看我脸色不善，有人出来打圆场。李岩，你就承认是中奖得来的吧，1块表而已，没必要赔上名声啊。是啊，大不了充公就是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一股怒气直冲脑门，我冷冷地抬手指向一人。你脚上的鞋是12月出差时买的，你上个月出差时买了一套游戏机。还有你。我看向刚刚闹得最凶的小李。你之前还在炫耀，你老婆怀孕是之前出差时探班一次就中。照你们这么说，这些东西通通都该上交给公司喽？众人一时语塞。如果他们都没有上交，你凭什么要求我交？许芳一时脸上挂不住，夺过表往地上狠狠一砸，手表顿时碎开。还给你，你怎么没接住？我对他忍无可忍，准备报警，手机却被人抢走，狠摔在地上。够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李岩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得寸进尺，还敢用报警威胁同事。现在立马给许芳道歉。李岩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赔给你吧。顾威将许芳护在身后，轻声安慰。转身面对我时，顾威眼中只有厌恶。1块表而已，小题大做。这是我未婚妻送我的周年礼物。顾威这时才看见地上面目全非的包表，微微愣了愣。你说的对，1块表而已，有什么重要的？反正我也已经决定和他分手了。说完，我将表捡起扔进垃圾桶，转身离开。当天晚上，顾威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直截了当地提了分手。顾威好说歹说无果，最后放下狠话，让我别后悔。第二天一早到公司刚坐下，一条附近的视频就推送给了我。家人们，主播这个职场新人，今天面对想要贪污公款的职场老油条重拳出击。那个油腻男仗着我是新财务，还想昧下3000块公款，被我严词拒绝，给他一顿教育呢。他还想给总裁打电话告状，可惜总裁罩着我，他都快气死了。总裁还打电话表扬我做得对，说要给我涨奖金。评论区很快刷到了99。支持博主，这种职场老油子就该这样收拾。博主公司有你真是公司的福气，3000都敢贪，要不是博主出来制裁，他指不定以前贪了多少。看见这个结局，乳腺舒畅了。许芳颠倒黑白的说辞引来一片叫好，评论区下还有几个眼熟的 ID 点赞。我认出有几个还是刚刚把合同送过来让我帮忙开工的同事。我看着桌上堆积着的合同，一挥手将他们移到一旁。很好，以前同事拿来合同找我帮忙，我都是来者不拒。他们倒是忘了，这是出于同事间帮忙的情分，不是我的义务。我在心底冷笑。不都说我是老油条吗？那我就严格按照劳动合同的规定，以后办事加不了一点。出差费谁爱挣谁挣。我整理好心情，一到下班时间就准备离开，还没走出门就被同事七嘴八舌地叫住。李岩，刚刚的合同你都看完了吗？你怎么不给我报过来啊？就是，我那份怎么还不拿过来？急着用呢。这么多同事还在加班，都等着你看文件，你倒是偷奸耍滑想跑。你要是不想干了，自己滚去辞职。辞职是不可能的。当初这个公司濒临倒闭，可是靠我才起死回生。高层奖励给了我5春的3年期限制性股票，只要我在公司干满3年，就可以兑换了。现在离3年之期还有最后2周，我怎么可能会辞职离开？
同样，只要我遵守规定，也没人能够无故将我开除。股票市值算下来差不多3000万，怎么也得拿了钱再走。我回头指了指墙上的时钟，挑眉笑笑：偷奸耍滑？没有吧？我可是严格按照你说的上班时间才走的。许放气得脸色铁青。就你这种态度，不怕我告诉顾总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一切都是按照规定来的，随便。我不顾许放的大喊大叫，转身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工位，旁边工位的同事见了鬼的表情看着我，惊恐地开口：今天不是在 A 市有合同要谈，你怎么没跟着去啊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的业绩。同事悻悻地笑了笑，我这个随叫随到的免费人形经理用多了，也是时候让他们试试靠自己的实力谈合同了。没一会儿，许放气势汹汹地将文件拍到桌上。厉言，你疯了吗？试谈合同你为什么没去？你知道你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？看许放的反应，我就明白了。哦，原来他们靠自己的实力没谈下来。他们早上8点的飞机，而我是9点上班，赶不上啊。赶不上你不知道早点去。我们公司和 A 市那个项目合作很久了，你搞砸了我们一个优质的老客户，你这是严重渎职。没到我的上班时间，我为什么要去？建议你翻翻劳动合同，我的工作职责里没有陪着同事谈合同这一条。再说了，谈合同靠的都是实力，我一个只会赚差旅费占小便宜的人，去了也是添乱。许放气得直喘粗气。这时有人进来，在他耳边耳语几句。瑞慈公司来签合同，指明要你来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将功补过的唯一机会，你给我老实点。放心，一切都按公司的规定办。公司给我在上班时间安排的工作，当然不能推辞了。刚进会议室里，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我，准备听我讲解。我放下手中资料，利落地开口：各位请回吧，之前谈的合约就此作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公司是耍我们吗？不好意思，由于之前我们是下班时间谈成的单子，公司规定不作数。客户发了好一通火，许放连鞠躬道歉也没能挽回。客户一走，许放劈头盖脸冲我一顿咆哮：你就是存心让公司不好过，一而再地毁掉公司的客户。不是之前你说的，员工上班期间创造的收益都属于公司，可这笔订单是我之前下班时间谈成的，要是合作中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可怎么得了？我知错就改，万万不能把这个隐患带给公司。许放脸色扭曲，咬牙切齿：你是故意的？不按你说的做有错，按你说的做还是有错，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满意啊？许放死死地盯住我，吐出一句：烂人，你别得意得太早。我对他粗鄙的言语不自觉地皱眉，倒也没放在心上。第二天，顾威闯入我的办公室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着我就是一顿狂骂。我让许放替我管理公司，结果你仗着自己是老员工，专门和他对着干。厉言，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你别太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气笑了。先不说许放一个才进公司的新人就能干总裁的活了，我还没说什么，他倒是跑去顾威那里颠倒黑白。话刚说出口，顾威就有些不耐烦：我是总裁，你是总裁，许放能力出众，帮忙管理公司是我特批的，我想让谁来就是一句话的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质疑？我黑着脸不说话。顾威见状，语气也软了下来：不要仗着你是我的未婚夫就搞特殊，我说了，工作中要公私分明吗？我在心中冷笑，他别忘了，他能当上这个总裁，是因为我替他拿下了德胜集团的合作。好一个公私分明！德胜集团的今年的招标在下周，那就看看能力出众的许放和公私分明的他怎么拿下投标吧。第二天晨会上，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，公司认同了许放对我的处罚，不仅3000的奖金被没收，还要再扣3万作为对我私吞公款的罚金。许放得意地笑着：那个谁，你上来做检讨吧，这样也好给大家做个警醒，提醒大家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不要再犯。他无非就是想羞辱我一番。我走上台，缓缓开口：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在没有遵守公司的规定，没有划分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，多次无偿帮助同事审阅合同。我错在没有分清上下班时间，多次加班帮助公司谈订单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从今天起，我保证只完成属于自己的工作，下班期间绝不多加班1分钟。众人纷纷炸开了锅。这怎么行？没有你合同怎么顺利签约？说不干就不干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未免也太自私了。顾威更是被激怒，沉下了脸。李岩，这就是你反省出来的态度？你想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说完，顾威愤怒离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原来的工位被撤，工作也被换掉成了保洁。在许放的授意下，同事们每天都嘻嘻哈哈着在办公室内嗑瓜子。每次经过我身边时，许放总会嫌弃地捏着鼻子：哎，你打扫了厕所就离我远点儿，一股味儿熏到我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和之前截然不同，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出奇的配合。一直到了周3，德胜集团的招标会，也是我股票期权到期的日子。我们公司的人一到现场，众人纷纷议论起来：远达公司又来了，
已经连续几年都是他们中标了。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他们的价格估得特别准，就像知道内幕一样。估计今天中标的还是他们。李总半是埋怨，半是玩笑的开口：“顾总，你们公司要来就早说，我们就不来了。只要你们公司一出场，铁定是你们的，我们都是陪跑。”顾威嘴上谦虚，嘴角却已经压不住了。按照流程，许芳作为公司代表在台上介绍，赢得一片好评。他下台后压低声音向我炫耀：“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。顾总可说了，这次投标成功后，他就要提拔我做财务总监，而你也只配扫一辈子厕所。”我低头看着表，没有说话。手机铃声响起，顾威赶忙接起，满脸恭敬：“是，程董，您放心，今年还是非我们莫属。”电话那头不知许诺了什么，顾威满脸激动。等挂断电话，顾威低头吩咐助理：“等下结束后的庆功宴，记得预定好，还是往年那家。”转身又宣布道：“辛苦大家走个流程，等结束后，这个月所有人奖金翻倍。”大家纷纷欢呼，就盼着一结束奖金就到手。公司所有人对拿下得胜的标都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当进行到最后一步，要上台填写标书时，众人百无聊赖的催促：“那个谁，快写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就是，等下结束我还要去商场，马上就要发奖金了，我要去买上次舍不得的那个包。”台上的主办方再次催促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我身上。顾威不耐烦地呵斥：“快上去！你到底在磨蹭什么？”我专心地盯着表，滴答，指针刚好指向5点整。我微笑着起身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离职了，没有填标书的义务。”现场顿时一片哗然，人们神色各异地打量着我，交头接耳的议论。顾威一把将我拽回座位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：“你疯了！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你睁开眼看看，现在是什么场合？”我清醒得很，倒是你，麻烦你睁大眼睛看看。我说了，我已经离职了，我可以离开了。你什么时候离职的？谁允许你离职的？我将目光投向许芳：“李岩，你的报复手段吗？你闹也要分下场合，现在可不是你发疯的地方。”顾威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轻蔑地笑了：“李岩，你现在闹是想体现你的重要性吗？哗众取宠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陪你闹。立马上去老老实实的拿下德胜集团的合约，我还可以考虑事后补处罚你。”我皱眉，看来他不止眼睛不好使，耳朵也不好使。一起来的几名同事也纷纷开始抱怨：“你搞什么？不就和往年一样，上去写个数字就下来，有什么难度？快去啊！非要耽误我们时间，想引起大家注意，真无聊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这群蠢货：“对，没错，对我来说就是写个数字而已，随手的事。可是凭什么要写呢？”同事涨红了脸，舌头有些打结。可是往年每年不都是你？看来他们心里都清楚，只是对我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的。公司每年的员工为争取这个来德胜集团投标的机会，都打破了头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每年只用来等着走过场，不用出一分力，回去就可以美美拿奖金，接受嘉奖，然后一路高升，不会有任何风险，不用操任何一点心。今天陪着来的几位员工，也都是平时得顾威看中的人，都是顾威一手提拔上来的亲信。是，往年都是我，可从今年开始，我决定不写了。以前我严格遵守公司的规定，只在上班时间完成分内的工作。可现在我辞职了，不用遵守了吧？同事们一时答不上话，表情却十分僵硬。在我表明态度后，现场气氛僵住了。主办方还在催促，顾威赶忙上前和主办方交涉，好说歹说，主办方同意给我们公司宽限10分钟。顾威铁青着脸打量着我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回答，只是下班想回家而已。顾威盯着我半晌，说出的话让我一头雾水。你赢了。我有些发懵。顾威冷笑一声：“装什么装？你大费周章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怎么，上次非要和我分手后悔了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找我复合？”顾威这话让在场所有人脸色一变。我和顾威的关系从来没有公开过，其实公司倒没有禁止办公室恋情，只是顾威自己介意，义正辞严地告诫我：“我们绝对不能公开恋情，要是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了，我是总裁，你只是一个普通职员，别人怎么想你，会觉得你努力得来的一切都是靠我得来的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”为我好？我不禁冷笑，就因为他一句要避嫌，明明我早就具备升职的条件，可每次升职都没我，眼睁睁地看着不如我的同事都做了我的领导，他还故意打压我，让我做一个普通员工，只是为了让我避嫌。但他对着许放又换了一副面孔，
不仅大力提拔许放，想尽一切办法的为他铺路，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。许放才来3个月，他就放权就让许放帮他管理公司，现在又急着把签下德胜集团的功劳安在许放身上，让他实现3连跳，想让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应届生做财务总监，合着这时候没有想到要避嫌了。那之前做他的未婚夫还真倒霉。顾威看我没有开口，扬了扬下巴。你现在立马补救你的错误，我可以考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或许我们还有机会复合，婚约还能继续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许放倒是惊呼反对。怎么能这样？顾总，你明明已经和他分手了，他这不是拿德胜集团的合约还要挟你吗？顾威倒是死死盯住我的反应，在他看来，我应该感恩戴德的立马答应，晚1秒都是对他的不尊重。别这么自作多情好吗？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，好不容易分手了，我怎么又可能求复合？你想多了。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麻烦让条路。你对现在我的吸引力，还不如现在让我准时下班。顾威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，咬牙道：你可想清楚了？你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要是离了我，你哪里还找得到条件这么好的未婚妻？他还真自恋，他所谓的条件好，还不是靠我得来的吗？现在反倒他还装上了。我看透了他的德性，已经懒得再和他多费口舌了，准备绕路离开。刚走出去2步，就被人抓住手腕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告诉你，别拿辞职威胁我。你今天只要没上去帮我拿下德胜集团的合约，你就真的别想再回公司了，立马滚蛋！随便你，想怎样都行。你别想着给我扯什么劳动法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在公司1天，我有100种方式让你自己受不了乖乖辞职。你也别想着去其他公司就职，在行业里封杀你一个普通员工，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你做事之前最好考虑清楚后果。我笑出了声。顾威愣了愣，转而恶狠狠地开口：怎么，你不信？我信，我当然信。你干了一段时间的总裁，要封杀我这个小员工，也就是你一句话的事。不过你怎么也不想想，为什么之前你们让我做保洁时，我为什么没有反抗，反而今天选择罢工呢？顾威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下意识地问出了口：为什么？因为就在刚刚，不仅是我辞职，我为期3年的股票期权也到了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身份不再是远达公司的员工，更是远达公司持有50%股份的股东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一个小员工，有什么资格拿到无偿的股票期权？你少在这里吓唬人！许放是新来的，当然不知道我做的贡献，因为我的财神体制，无论是我经手的合同，还是最新研发的机器，都运行得无比顺利，所以公司在各地的大大小小谈判都要我在场。我拿着公司的平均工资，干着最累的活。之前公司濒临破产，也是靠我写的数字中标。董事会为了奖励我的功劳，同时也是为了套牢我，给我3年期的股票期权再正常不过了。顾威和其他几名同事脸色凝重了起来，我的功劳他们最清楚不过了。要不你告诉他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拥有这5%的股票？顾威愣在了原地，没有说话。我意味深长地开口：所以你刚刚拿来威胁我的，恰好是我最不重要的东西，也用不着你大费周章去在业界封杀我了。我刚刚才看了公司现在5展的市值，比我想象中还高，够我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。我还要感谢你们，感谢许放，要不是他让我的彩票春宫让我醒悟，说不定我就算拿到了股权，还是会选择在公司勤勤恳恳当一个小职员。几人脸色更加难看了。这时10分钟期限到了，主办方再次过来催促。顾威开始真正的着急了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语气诚恳：李岩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这次德胜集团的合约对公司有多重要，你是知道的。要是拿不下来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牵连。你有什么气冲我来撒，我都受着。几名同事见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怕后面真的没拿下合约，没法收场，也紧张起来，纷纷道歉。李岩，
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。可这个关键时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对，之前那些事其实都是许放说的，他让我们一起孤立为难你的，都不是我们的本意。你开恩，别和我们一般见识。顾威想起了什么，急忙开口：只要你愿意帮我们拿下这次的合同，我回去就开除许放，永远不会让他再有机会进远大。同事也连忙附和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许放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。凭什么要开除我？顾总，你不是说好要让我做财务总监的吗？怎么这个废物说2句你就被他骗了？闭嘴！都是你这个废物惹出来的事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们根本不会有现在的麻烦。不耐烦地动手扇了许放一耳光，同事们也抱怨起来，指责许放的不是，就像当初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我一样。我早就看穿了这群人的伪善，看着他们丑态百出互相指责的样子，摇摇头转身离去。顾威见我要走，也不敢再像刚刚一样对我阻拦和威胁。李岩，他狠心一咬牙，不顾众人的目光，对着我直直地跪了下去。李岩，算我求你了，这次可是程董给我下了军令状，让我必须拿下，不然我在公司的位置都可能不保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我走到这一步有多不容易，你是知道的。你难道真的忍心毁了我？我答应你，拿下合约，咱们马上就去领证，好吗？顾威语气卑微的一遍遍恳求，我却只觉得恶心。你应该感谢我，你扪心自问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也都是3年前我替你拿下德胜的合约，你才有现在这个总裁的位置。我现在做的不过是从你身上收回而已。任凭顾威怎么呼喊，我没有再停下脚步。到家后没多久，工作群里的消息提示音响个不停，我查看消息才知道投标的后续。卧槽，今天他们回来气压低的吓死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顾总脸色那么烂，心情当然不好了。出了那么大的岔子，还是总裁亲自带队。听说程董发了大火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。原来我走后，公司一行人大眼瞪小眼，根本没办法填写金额。其实哪怕就算我离开，他们也能通过自己准备材料估算好价格，可惜他们太多依赖我的能力，每次都是坐享其成，根本没有提前做准备，更没有计算任何一点预算。在主办方的催促下，顾威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填报一个数字，最后报出来的数字和实际中标价差了10万8千里。由于太过荒谬，迅速在行业内传开，在业绩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只有一声叹息，他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都是自找的。我并不多想，第2天早早的前往公司。我去递交辞职报告时却被扣下。对不起，我们收到了联合实名举报，请您配合调查。我有些诧异，这才知道有人举报了我，理由是说我涉及出卖商业情报，导致公司蒙受巨大损失。现在别说兑换股票了，在我配合调查洗脱嫌疑前，我连辞职都无法做到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调查员前来调查。想起那天投标时的场景，我大概也知道是谁举报我了。果然调查员前来问询。李岩先生，有人实名举报，你代表公司参加德胜集团投标时，提前泄露本公司机密给对手公司，并换走了团队的标书，导致公司投标失败。请问有这回事吗？我心下一沉，我想过就凭他们在德胜集团上的表现，肯定会被董事会追责，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无耻，为了逃脱责罚，居然选择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这都是毫无道理的污蔑，是有人蓄意报复。可公司派去的剩余7人，分开问询时回答都一致。你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污蔑你？可他们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？看着调查员质疑的态度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如实讲述了当天发生的经过，并拿出了当天的录音作为佐证。当听到投标当天发生的经过时，调查员脸肉眼可见的黑了下去。我平静的开口：还有一点，我在投标当天，工作内已经变成了保洁，请问谁家投标会放着公司的精英团队不用，反而让保洁上场的呢？不仅如此，我索性就这段时间在公司的事全部拖出。当听到顾威居然让一个才来3个月的新人管理公司时，调查员也忍不住开口怒斥：这简直是闻所未闻！这么大一个公司，居然随意让新人操控，他以为是过家家吗？当我说到许放以公司规定强制要让我中的彩票充公时，调查员表情严肃：绝对不可能，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规定，他这完全是蓄意抹黑，公司也不可能这样随心随欲地没收员工合法财产。李岩先生，请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暂且回家等待。3天后，调查组的人通知我结果出来了，他们再次约谈了当天所有人。在录音证据下，他们所有的诬陷和人证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，只要承认了自己的过失。还有一点，根据调查员针对彩票事件的调查，发
发现公司账上根本没有这笔款，也就是说，许方义正辞严说的没收我3000元当公款，压根没有进公司的账户，全部进了他的私人账户。不仅如此，还在许方的私人账户中发现了很多本应该属于公司的货款，这完全就是私吞公款。零零总总加起来，居然有63万。要知道，许方进公司一共才3个月，就吞了这么多钱。事情一出，整个公司都轰动了。我靠！我当初一看这个小白脸就觉得不简单，63万，他怎么不直接把我们公司搬空算了？还说呢，人家才来就能吞这么多，还不是因为背后有人？哎，现在2个都逃不掉了。同事的话不假，许方之所以有机会吞这么多钱，全部是因为顾威在他背后撑腰，给了他不属于一个财务的权限。事情败露后，等待2人的当然是公司的起诉和职业生涯的终结。公司将2人告上法庭，加上2人对公司造成的损失，公司一共向他们2人索赔1393万元罚金。面对天价罚金，2人都拿不出。期间，顾威还来找过我。李岩，许放做的事，我是一点都不知道，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公司要我赔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都怪许放那个小白脸胆大包天，敢做出这种事。顾威一直在诉说自己有多无辜，自己是怎么被许放欺骗，拉进了这趟浑水。顾威满脸怒火地咒骂许放，哪怕许放现在也被控制起来了，遭受的罚金只会比他更多，他却完全没有了当初对许放的维护，现在只剩下对许放的痛恨，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最后，顾威一脸憔悴地说出了这趟来的真实目的。我知道你手里有公司5%的股份，能换个几千万，你能不能先给我用用？我要是还不上钱，公司会把我送去监狱的。我们俩的关系，你不会见死不救吧？等他说完，我平静地纠正：第一，你说你无辜，一切都是许放的问题。我建议你看看劳工合同，你作为总裁的职责是什么？为了他滥用权力，你这叫渎职。第二，我的股份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别一天到晚总盯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陌生人，你要是对着我也张得了口，那建议你去网上发起众筹来得更快。真是可笑，都分手了，还舔着脸找我替他还天价罚金，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？我不再关心他们2人什么时候进监狱，只关心我的股票什么时候兑现。等限制解除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卖掉了所有股票，准备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好好休息一下。至于工作，谁爱干谁干吧，小爷我不伺候了。